晚上好，能看到我了吧？对，不迟到，怎么能迟到呢？晚上好，打算升级苏修 Ultra 吗？50多万，带给你比肩法拉利的体验，真的很心动。这个从来没想过啊，因为我买的是苏7 Pro，对吧？这个50多万不是说完全掏不起啊，这个但肯定会心疼，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加速度大了以后会黑目啊，或者叫黑视，就是你直接一推被推起来以后，然后眼睛就变黑了，就是完全看不见了。这个我是在保时捷911和特斯拉 Model S 上都试过，所以呢，这个多出这些钱来我就不花了啊。如果它是，比如说50多万，50还稍微多点吧，30-40万，比如给我换个 SUV，我还是愿意换的啊。但是这个 Ultra 这个劲儿就没法整了，实在是享受不起这玩意儿。国内 DeepSeek DP 应该是 DeepSeek 吧，热起来，有人说出现新泡沫，怎么看？这个泡沫永远存在，如果没泡沫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开个 ChatGPT 的会员，发现原来的 Reason 功能没了。哎，有啊，现在是有 Deep Search 功能了呀，是自动集成了吗？不是啊，我刚才看了，但是这样，因为我是买的$20的嘛，所以我现在4.5还使不了，有些$200的人现在已经可以用4.5了，不迟到。年龄越大，在高速的状态下视野越小，不，那个黑视就彻底是黑掉的啊，就一点都不剩的那个，那个是完全没法等的。好，我们来今天的直播。今天呢，还是两个故事啊，一个呢是咱们讲一下FSD 入华，另外一个的话，稍微闲聊两句这个$500万的金卡吧，这个川普金卡啊，这个还是可以稍微闲扯两句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特斯拉的 FSD 入华，股价直接就崩了，对吧？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特斯拉呢是突然就开始推送 FSD 了，也没什么发布会，也什么都没讲，就直接就开始推送。推送完了以后呢，很多的这个车主看到了，就开始去做测试，开始去拍视频，开始去传播这个事情。这个为什么会突然推送呢？原因也很简单，特斯拉在中国是没有 L3牌照的啊，它只有 L2的牌照。这个大家知道，咱们做自动驾驶 L1、L2、L3、L4，好像是不是有 L5，我忘记了啊。但是它是一级一级的，特斯拉在中国是没有完全自动驾驶牌照，所以呢，它只能是说我不提了，我就是推了，对吧？他干了这么个事情。那么这几天啊，就没什么别的事儿，所有的 IT 圈的人都在干这一件事儿，就是把 FSD 打开了去做测试。大家都要蹭一下，那我也得蹭一下，对吧？可惜呢，手里没有特斯拉的车啊，也没法去试。我有些朋友有特斯拉，但是他们那个是 HW 3.0的这个车啊，就是它的摄像头分辨率比较低。现在应该是国内只有HW 4.0，就是4.0版本以后的这个硬件才可以去上这个最新的版本啊，其他的是没法等的。那么这个推出来以后，特斯拉的股价就快速下跌啊。现在的特斯拉股价的话，应该已经快要跌到了川普当选的时候，因为特斯拉呢是在川普当选，应该是11月几号当选的时候，快速上蹿啊，蹿上去了以后，现在又快跳回去了，还是比当时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稍微高一点，高一点点啊。这个 FSD 真的是一个最先进的自动驾驶吗？这个首先要跟大家问一问。很多人印象里都觉得 FSD 是最先进的，因为讲它叫这个全自动驾驶，对吧？这个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肯定大家觉得它是最强的，而且马斯克又天天吹这个牛嘛，所以呢，所有人的心智中啊都觉得 FSD 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其实呢，从全世界发牌照的情况来看，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咱们呢前面讲了 L2、L3、L4啊，特斯拉在中国有 L2 的牌照，在美国实际上也只有 L2 的牌照。然后呢，它 L2 是什么意思？L2 就是双手你还得放在方向盘上，到 L3呢就是双手你可以从方向盘上拿下来了，但是呢人必须坐在驾驶位上，还要随时准备接替，对吧？但是你不用扶着方向盘了，你可以让它自己开了。到 L4呢，就是 Robotaxi 这样的，就是你没有方向盘、没有安全员的，就叫 L4了，对吧？这个其他的咱们就不去扯它这些具体的定义了啊。特斯拉呢，在美国是拥有 L2 牌照的，在有些州，比如像加州啊，它是可以进行 L3的测试，但是呢，应该也没有特别完整的 L3牌照。奔驰在内华达州啊和加州是有这个 L3牌照的啊，但是特斯拉反正有些州有吧。然后 L4牌照特斯拉是没有的啊。美国谁有 L4牌照呢？这个现在所有的 L4牌照都是在限定范围内进行测试啊，没有说完全放开的。第一个呢就是谷歌家的 Waymo 啊，它是有 L4牌照的。还有一个呢是原来通用下的叫 Cruise 吧，应该 Cruise 啊，这个他们呢是这个有 L4牌照，但是这个通用下边这个无人驾驶公司呢，它是暂停实验了啊，因为前面出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吊销了执照，正在大面积裁员，这事儿应该是已经过去了。然后在美国还有一家公司是有 L4牌照的，是文远知行啊，是一家广东公司啊，这个在中国的广东啊，他们跑到美国去拿了一个 L4的这个测试牌照啊，这是美国有 L4牌照的，就是你要想做 Robotaxi 啊，想去把这个方向盘取消了，就必须要整这个玩意儿去做测试去。然后在中国呢，特斯拉也是只有 L2牌照的，所以为什么它就是偷偷的扔上去，然后就这个啥也不说就完事儿了，对吧？啊，而且呢，在中国呢，它的 FSD 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呢叫做全自动驾驶啊，就直接推送了，在中国呢叫增强型辅助驾驶，所以它就是 L2加，不到 L3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中国谁有 L3牌照呢？特斯拉从来没通过过啊，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通过过 L3牌照的申请。奔驰是有牌照的，奔驰是牌照最全的。然后比亚迪、蔚来、长安、广汽、上汽、北汽蓝谷、一汽、上汽、红岩、宇通客车，他们呢是有 L3牌照的。然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郑州、海南、儋州，在这些城市里头是可以进行 L3使用的啊。你离开这些城市以后，这个 L3牌照就没用了，对吧？在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米没有通过啊，小米是没有 L3牌照的，但是也学特斯拉，在这2天，这是在特斯拉推送 FSD 以后，小米马上做了最新推送，也把端到端全场景智能驾驶全推下去了。啊，像刚才咱们讲的理想啊什么这些，对吧？它现在也在推，就是你甭管有没有，反正你既然特斯拉你这个黑不提白不提就直接推了是吧？那咱就都推了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牌照这个东西呢，咱们就搁着就完了啊，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中国哪些公司有 L4牌照呢？就是可以做 Robotaxi 的，可以完全无人的呢？啊，第一个是文远知行啊，就上面在美国也有 L4牌照这公司。第二个呢是智己汽车啊，这个是有 L4的。然后叫采埃孚中国啊，这个公司呢是做配件的啊，它不做整车，就是很多的公司都会采购他们家的配件啊，它也整了一张 L4牌照啊，这种 L4牌照都是各个城市发的啊，这个比如说采埃孚中国就只在上海有啊，其他地方是不行的。然后小马智行啊，也是一家这个中国的 Robotaxi 公司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百度阿波罗啊，这个也是有 L4牌照的啊，这个其他的都没有。那么特斯拉的 FSD 在中国运行的情况到底咋样呢？首先呢，跟大家下一个结论啊，这个就像一个很熟练的美国老司机第一次来中国的样子啊，一模一样。前2天呢，还有一个网红啊，叫陈震，他呢在美国大概开了几千公里的 FSD，应该是穿越美国了吧？整个这个开了一个 Cybertruck 啊，用 FSD 整个跑了一圈，这个在中间啊，感觉非常的爽。然后回到北京啊，发现特斯拉推 FSD 了，赶快装上试了一把，然后大概跑了几个小时，
吃了7张罚单，差点把驾照给罚没了。因为罚单罚够12分，驾照都吊销了，回去重考去了啊。他应该还没有到12分，但是他罚了钱罚的很多，7张罚单直接把这哥们儿给罚懵了，对吧？这个 FSD 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老司机啊，确确实实你在美国是老司机，在中国你也是老司机，所以呢比较熟练啊。这个包括跟别人，比如说发生一些这种争车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路权的时候，他很果敢，蹭蹭过去了啊，很熟练的啊。这个，但是比较悲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较悲惨的地方呢，就是啊，路不熟。这个像我们在国内开车也是这样，你去一些比较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啊。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像我，当时我记得在法国开车，就是很多路线就没有那么熟，对吧？很多交通规则也没有那么熟悉啊，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啊。像我在美国好像还行，但是我在国内的话，经常就也是晕头转向的啊，因为中国的各个城市的红绿灯长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北京吧，它有很多这种分方向的红绿灯，对吧？还有很多这个记数字的红绿灯。然后在有些城市，那个红绿灯是它那个数字不是数字，它是一个彩条啊，蹭蹭蹭蹭蹭缩头了以后，然后变红灯啊，这个就是缩掉了以后变红灯，它有这样的。所以每个城市的红绿灯长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特斯拉到了这儿就不行了，对吧？有一些红绿灯就不认识了，比如说这个上的横着一排的红绿灯啊，他认识。他那种人行道上这个有那种竖着一根的那种红绿灯柱，他就没认识，到那儿噌就开过去了啊，6分就不见了啊，这就6分就没了，对吧？这是很吓人的。然后这个有些红绿灯，特别是这种分方向的，他也分不清楚。比如说这个左转红灯、右转红灯，直行可以啊，他就可能就右转了，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直行是红灯啊，左转是绿灯，右转是绿灯，他就走了，直行了。啊，这种都是发生过的，就这2天都有人干过，不知道是不是被扣了6分啊？但是现在因为它是 L2加加加嘛，所以呢，它还是由驾驶员承担全责的这一个情况，所以所有违章驾驶员自己去扣分去啊。然后啊，这个特斯拉的 FSD 呢，经常会占用非机动车道转弯啊，比如说右转弯啊，它就直接站到非机动车道上，然后转过去了啊。这个呢，有人去研究啊，说是加州的法律好像是允许这么干的啊，就在美国加州，你是可以借用非机动车道转弯的，但是在中国这个事儿是不许的，对吧？这个估计还需要重新去调整。然后呢，就是占用公交车道啊，这个公交车道呢，好像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基本上不认识啊，看到公交车道就直接开上去。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公交车道，应该也有吧？美国还有卡铺呢，这个。反正这次在中国就彻底不认识公交车道啊。还有呢，就是不停的压实线，在中国压实线好像也是3分还是几分我忘了，就是压实线的并线啊，压实线的转弯啊，这个是特斯拉 FSD 干的比较多的啊。以及呢，这个特斯拉有的时候还会过路口的时候开进对向车道，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路不是特别正啊，就是你从这边开完了以后，到那边就开到对面车道去了。像咱们有些路口是有一个这个，向右的一个指示牌啊，向右下角的一个指示牌，就告诉你哪边是你的车道啊。这个，但是特斯拉应该是不认识这个标记，所以呢，这个事儿他就干过。其实这种事儿我也干过啊。这个开着车开到对向车道里去，这是我以前在石家庄干过一次啊。当时的石家庄呢是把这个公交车道搁在马路中间了啊。一般的城市公交车道都在马路两边。他在马路中间，所以我从这边开车开出去以后，我就想着我一定应该在公交车道的左边，然后就直接去对向车道了。这个事儿我自己干过，对吧？咱们还干过什么呢？这个遇到大红灯笼啊，这个咱们中国嘛，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有这个大红灯笼挂上还没摘下来呢，这个特斯拉就停那儿了啊，说我看见红灯了啊，我要停下来啊，这个也再去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被大家吐槽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呢，太讲礼貌了啊！这个到路口过不去，对吧？中国的行人跟非机动车有时候是没有那么讲规矩的，对吧？他跑到这儿了以后，就后边车就开始不停的摁喇叭了啊，不停拿灯晃你了。这个时候，这个驾驶员就必须人为干预才能把这个车开走，否则的话，这个路口就过不去了。
对吧？这个就是特斯拉这一段时间在北京啊，至少是北京或者一些大城市里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现在呢，特斯拉遇到的叫训练无法完成啊，为什么呢？特斯拉用的是百度地图啊，这个要注意。像小米用的是高德地图啊，特斯拉用的是百度地图，就是它是没有中国地区进行测绘的这个资质的啊。在中国，你要想测绘地图，必须要有资质啊，所以呢，使了百度的。然后中国的数据呢，不可以送到美国去训练。其实按道理说，特斯拉在中国是有的是数据啊。中国在特斯拉是应该保有量是200多万辆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你想200万辆特斯拉每天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它得积累了多少数据啊，对吧？啊，这个东西如果能拿来训练的话，这个特斯拉可能以后会到美国去犯很多这个错误，对吧？因为数据是在中国训练的，这个现在就等于我们是在拿美国训练的数据在中国跑啊，这个就会出问题。然后美国呢也不太允许马斯克在中国建立算力中心啊，这个因为你要在中国建立算力中心的话，就要突破禁运，这个事儿呢，美国也不太乐意，因为马斯克自己呢应该也不太想做这个事儿，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把这个训练中心弄到中国来啊，未来的话应该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呢是使用的公开网络数据啊，公开网络视频去进行的训练。就是有一些人拍的这个北京啊、上海这些地方的视频啊，也传到 YouTube 上了，或者传到一些外网能够访问到的地方吧。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训练去了，然后呢，还请了一些外包公司，应该是生成了一些数据去训练啊。这是当前遇到的问题。那么，特斯拉 FSD 进入中国市场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又是搅动一池春水的那条鲶鱼啊，对吧？大家还记得特斯拉刚进中国的时候，很多非常勇敢的人啊，开着特斯拉从北京开上海，从上海开那个西藏什么这一路去开来开去的，走到哪儿开没电了就停下来说来，在这给我修一充电站，对吧？然后让特斯拉可以在中国四处的去开起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地图或者开拓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现在特斯拉 FSD 应该是又干了一次，对吧？所以啊，特斯拉 FSD 啊，什么也不说，直接推送，对吧？这个号称是我们 L2 加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什么小米啊，其他各种的新能源车企，甭管你拿没拿到 L3资质，我都推了，对吧？要罚你去罚特斯拉去，罚马部长去啊，这个事儿，这个等他那个弄完了以后再说其他人啊，这个就搞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大部分的车企其实都是没有 L3牌照的啊，这个都是具备 L3功能的，号称 L2 加。那么它怎么去做 L2 加呢？就是监控驾驶员状态。特斯拉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是在车里头有一个摄像头对着驾驶员的座位上，如果驾驶员啊这个没有办法随时准备接管，比如说你现在注意力不集中了，玩手机了或者睡觉了。那么它就会开始检测这个方向盘力矩，就是它要求这个你去在方向盘上稍微动一下，啊，或者方向盘它会震动一下，然后看看你手在不在上头。如果发现你手也没在上头，就开始弹窗啊，就是它的这个不是弹出一个窗户啊，就是它的这个屏幕上会弹一个窗口出来，警告一下说，哎，你这个要注意啊。如果弹了几次窗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就开始发出嗡鸣声啊，呜呜开始响。啊，如果你依然不理它，啊，它就会禁止你使用 FSD 功能，直接给你退出了啊，说你现在必须要人接管了啊，它给你停车啊，你必须要搞了。啊，现在有测试的博主已经喜提了1周禁用 FSD 的奖励啊，就是你如果长期的他提醒你你不理他的话，他会你禁用1周时间啊。有些人已经展示了，说你看我下一个礼拜不能用了。那么小米的玩法呢，是要求进行培训啊，像我们比如说买小米汽车，它有个小米汽车 APP，然后上头有各种的这个智能和辅助驾驶的这个培训，我要上完这些课程才可以使用其中一部分的功能。我要想使用这个小米完整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需要开满1000公里，还不能够出什么事故啊，它才可以解锁让我使用完整的智驾。而国内其他的新能源厂商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检测你的手在不在方向盘上啊，应该是用一个电容检测的方式。所以有人粘了根火腿肠，粘了瓶矿泉水，粘了根黄瓜在上头，
然后就睡觉了啊。这个也有人拍视频干这个事情啊，这个还是不太负责任的一个方法啊。但是说我确实监督了啊，这个车主是坐在这个驾驶座后头的啊，手在方向盘上的，对吧？所以呢，并没有真的达到 L3。那么法律跟牌照的事情的话，以后再说啊，先把车卖了再说，这个才是当前啊所有车企真正要去卷的地方啊。你说我要遵守法律，我这个没有牌照我就不能推送这个功能，那你车卖不掉这事儿怪谁去，对吧？这个制定政策的人才不理你呢。中国的这个智能驾驶、无人驾驶的话，未来可能会比美国跑得快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智能车多，美国可能也就是特斯拉有个几百万辆在那儿跑着，然后其他奔驰其实不会有特别多的，对吧？那么在中国的话，从7万块钱的比亚迪就开始装天神之眼了，啊，然后到这个几十万的，比如说仰望 U8 100万的什么这种车啊，都是有智驾系统在上面的啊，所以呢，中国的智能驾驶的车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个而且什么呢？就是更多的智能驾驶车上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数据回来啊，你拿这么多数据，咱就训练呗，对吧？现在训练的方法其实大家都有啊，这个至于算力的话，甭管你是在哪儿去算去啊，总是能搞定的，对吧？那么我们把它训练出模型来以后，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比美国走得更快。而且中国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规则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对吧？你没有给我发 L3牌照，我就把 L3相关的这个功能都推送了，这个是中国干的比较溜手的一个事情啊。那你说 FSD 的进一步改进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么多问题，对吧？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费劲啊，不需要中国的数据去美国，也不需要把美国的训练中这个算力中心搬到中国来啊，你只要生成更多的模拟数据就行了。对吧？生成了模拟数据以后，然后拿这个模拟视频拿回美国去，再去做一些微调，做一些训练，这个事儿是可以改进的，对吧？你像这个马斯克的 XAI，他们家做的 Grok 3就完全是用生成数据训练的，就不是用真实数据训练的，所以他们也完完全全可以用生成数据去训练 FSD 啊，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就 FSD 现在呢已经是老司机了啊，他不是新手。对吧？国内的这些智驾跟 FSD 比起来呢，就像新手，对吧？它等于是这个手也潮，然后这个也经常容易出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国的路况还是比较熟悉的。FSD 就属于老司机，对中国路况不熟，对吧？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 FSD 呢，这个只需要认一下各地的交通标志标线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应该很快就可以改进啊。就像 Grok 3一样，Grok 3现在其实每天都还在改进啊。每天去用，越来越好用了。未来呢 ，FSD 一定会成为标杆。虽然从各个国家的法律来看，或者牌照的情况来看，FSD 都不是，就是特斯拉都不是这个智驾拿到牌照最高最全的这个公司，对吧？但是呢，每个人心里头还是有杆秤的，啊，我们会拿特斯拉的 FSD 作为标杆，然后它去做比较。像前面懂车帝做碰撞测试的时候，特斯拉 Model 3就是标杆，因为这车结实，对吧？然后所有豪华车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这个迈巴赫 S680就是标杆，对吧？前2天华为尊界 S800做这个测试啊，就直接整了一辆迈巴赫 S680去做标杆去了啊。当然咱们稍微讲远一点啊，华为尊界 S800这个测试最后翻车了，哪儿翻车了呢？第一个，它那个迈巴赫不是买的啊，它是租的。租的时候呢，可能跟人讲的是静态展示啊，或者是正常行驶啊。结果他把这车拿回来呢，做了暴力测试，然后暴力测试呢，测完了以后也没给人修啊，留着一身的伤就给人还回去了。现在这车主出来告来了，说你这个拿我的车做暴力测试了，这个一身的伤啊，你就直接给我还回来，这事儿我不干了啊，这个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呢，这个华为这帮人为了测试达标啊，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还作弊。对吧？在迈巴赫里头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给人家把这个叫做什么减震调到最硬啊，把这个各种的这个效果达不了吧，就多拍几次啊，干这样的很多的事情。因为迈巴赫里头是有完整的这个定位记录的，那么现在就穿帮了啊，他为了掩饰说迈巴赫走到这儿就会漂移啊，或者说就会这个打滑，这个尊界走到这儿不打滑。
后来那个车主拿出来一看，说你看迈巴赫为了拍摄打滑的这个镜头，在这儿开了大概20几圈还是10几圈，他才终于打了个滑，然后让你给拍下来了，对吧？这个你有点过分啊，这个咱讲的稍微有点远啊。所以特斯拉虽然在拿牌照的时候呢，没有奔驰拿得多，但是在进行智驾测试的时候，标杆一定是 FSD，而不是奔驰。那么再往后讲，说特斯拉干成这样了，难道是因为 FSD 入华不太顺利，所以导致股价暴跌吗？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关系呢？FSD 紧急入华肯定是为了应对这个销量下滑的，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中国在2024已经成为特斯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和最大的销售市场，已经超过美国了。原来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啊，现在是中国超过美国。这个中美两国卖掉的特斯拉加起来大概占特斯拉整个的销量的70%多，中国大概是37%，美国大概是卖掉了它34点几，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其他所有国家的销量基本上是占那个20%多啊，不到30%的量啊，所以就非常非常少。去年是特斯拉创立以来第一次出现销量下滑，因为特斯拉的估值呢一直是按照互联网公司的方式来去估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按照这个汽车公司的估值来估的话，它打死它也估不到这么高，因为它没卖这么多车嘛，对吧？它按互联网的这种估值来去做的话，那它的这个市盈率啊什么就会非常高，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必须要有互联网公司的特质啊。什么叫互联网公司特质？不是说你连个网就行，你要每年有2位数的增长，对吧？每年必须得有10%几以上的增长，你才可以有互联网公司的特质的。你销量开始下滑了，这个大家就不信你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现在导致特斯拉股价暴跌的核心原因就是销量下滑。而且呢，现在除了中国爱马斯克之外，全世界的人都恨他，对吧？在美国，川普取消了电动车补贴，也要取消充电桩的这种补贴，他都要取消。马斯克呢，四处裁撤公务员，很多人也恨他，对吧？有些特斯拉的门店和这个车被烧啊、被砸呀，或者在那喷漆啊，对吧？还有一些特斯拉的车主在车上贴着说我是马斯克发疯之前买的，别砸，对吧？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在美国的销量想继续上涨，这事儿都很难了。那么加拿大，这个川普的关税马上要落地了啊，前面说给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是延后了，这个日子要到了，对吧？那要接着给加拿大征税了。那么有人就开始讨论了，说这个咱是不是给特斯拉加个100%的税啊？对吧？他给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税，咱们反制他啊，咱加特斯拉的。还有一堆人在那请愿示威，要求取消马斯克的加拿大国籍。啊，马斯克是加拿大、美国和南非国籍啊，说这个马斯克你支持的川普上台了，川普惦记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对吧？我要把你的这个国籍取消掉啊，你是卖国贼啊。那欧洲呢，2位数的下滑啊，就是欧洲各国特斯拉的销量都是可能20%、40%这样的下滑，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啊。即使它的总量不大，但是呢，这个下滑的非常厉害。为什么？马斯克四处指点江山啊，这个还是挺招人烦的，对吧？你这里这个谁谁谁应该当选，你那里谁谁谁应该当选，对吧？还跑到德国去跟魏德尔去做联合直播什么的，对吧？这个别人甭管喜不喜欢魏德尔，反正你跑到我这儿来指点江山，我肯定不喜欢你啊！而且就算是魏德尔这样的人真上台了，对吧？这个其实现在没有啊，现在应该是莫茨上台了嘛。那么只要是右翼政府纷纷抬头的话，对电动车其实都不是什么好消息。那么现在唯一愿意喜欢马斯克的就是中国啊，中国马斯克还是我们的英雄，没什么问题啊，马部长。而且他做的这个 Doge 啊，这个美国效率部，对吧？好多瓜可以吃啊，我们很开心看着 Doge 把美国变得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混乱啊，这个或者说一看啊，你看美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这个马斯克把这个美国翻个底儿掉啊，这个中国人可喜欢马斯克了，对吧？所以 FSD 入华，大家应该会去买啊。FSD 在美国的订阅数大概是18%还是19%，我忘了，反正不到20%，就是不是每一个美国车主都会去买 FSD 的。中国的话，FSD 比美国还贵啊，美国应该是
$8000吧，中国的话是64000啊，这个64000人民币是比美国贵的。然后呢，特斯拉给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 FSD 在中国合规和落地的成本更高啊，所以呢，它要比美国贵啊。这个而且他们认为什么？就中国人更喜欢它啊，我就算卖贵一些，你们还是会去买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024年啊，全世界所有国家里头唯一的一个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啊，就是特斯拉在中国大概是涨了10%几。然后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在快速下跌，这个但是中国的销量呢，应该也算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销量了啊？为什么？因为它第一个销售额确实上升了啊，就是它的卖的车的数量上升了，但是呢，特斯拉在中国的总的份额在下降，就是大家都在买车，各种补贴都在买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里头，整个特斯拉占的比例下降了，而且呢，有一群特斯拉中国的第一批车主。正在后边包抄啊，就像什么理想啊，什么这个李斌啊，什么雷军啊，这些人都是这个特斯拉入华的第一批车主。就是当时马斯克给大家去这个送钥匙，他第一批特斯拉到中国交付的时候是马斯克亲自跑来给大家送钥匙的啊。后来雷军在小米汽车厂里给人送钥匙，是跟他学的，对吧？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现场领钥匙的那么现在这些人都是马斯克的这个竞争对手。这个后面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卷得过中国的。这个 FSD 入华以后的话，特斯拉的销量应该还是会涨啊，但是股价能不能涨得回来呢？这个很难说啊，因为中国其实没有办法把其他全世界去掉的这些销量再给它补回来，这个事儿有点太难了，对吧？还是等着马部长继续访华吧，对吧？第一波这个 FSD 进来是可以涨一些的，然后现在新 Model Y 其实也是让它的销量上升。如果后面这个 Cybertruck 能进来的话，应该这个数量还是可以再上升一些啊，这股价还可以涨。但是呢，比内卷这件事儿，马部长还是不行的。你想，他 Model Y 这东西6年才换一个版本，而咱们的话都是年年出新车，年年出新版本，车海战术，对吧？这个特斯拉跟咱们比，其实还是要稍微费点劲的。那么在国内智驾这块的话，怎么说呢？原来都不太敢搞，现在既然 FSD 来了，那咱就一起上呗，咱们就都跟着后边去，这个把规则就踩在脚下，咱们都上去，然后收集更多的数据，更多的训练其实也就是可以跑得出来啊。那么到底怎么去挽救特斯拉的股价呢？对吧？中国可能不太好使。那么造汽车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很难了啊，就是靠特斯拉造汽车这事儿已经很难了，因为除了中国可能未来1、2年还会有增长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太容易增长啊。可能在川普在位这4年里头，特斯拉销量再想上升都很难啊。后边甭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接着干，我觉得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上涨都挺难的，对吧？那么更小更便宜的车型，以特斯拉的调性的话，第一个没那么快，对吧？第二个的话，它这种东西出来了以后，那中国这么多车都盯着它去做呢，对吧？它可能也未必竞争得过。至于它的 Robotaxi 是不是可以它在前面特斯拉开年会的时候还拿出来的叫 Cybercab 和 RoboWin RoboOne 应该这么念它呢这个到底行还是不行？还是等它先拿到 L4的这个测试牌照再说吧。你没有拿到 L4的测试牌照的话，你做出再好的东西来都扯淡，对吧？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它连 L3都这个有点含糊更别说 L4了拿到牌照后边的有故事了，股价才有可能涨。其他的车厂如果上 FSD 那么可能对于它来说也是一个利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在马斯克也说了，说我愿意跟大家合作把我的 FSD 拿出来跟大家合作这个看后边谁先吃螃蟹了，然后就看这个擎天柱机器人啥时候量产了你想再去靠卖特斯拉这个事儿有点难了这就是特斯拉的股票。然后我呢接着等我的小米苏7等小米苏7到了以后会给大家去拍视频。现在看还有9周9周以后我的小米苏7就到了，我估计应该后边还会再加快一点，应该用不了9周可能没准3月份
就能看到新车了。好啊，这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特斯拉 FSD 入华和特斯拉股票暴跌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问题。你也是 Deep Search 啊，这个$20 Deep Search 是每天只有10次。我反正现在用 Deep Search 用的少，我现在搜索东西 Grok 也用，然后 Deep Search 也用，然后包括豆包和这个DeepSeek 等一大堆东西我是混着用，然后要相互校验，否则实在不敢用。Grok 写色情小说真的是太血脉文章了啊 ，DeepSeek 比不过。DeepSeek 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用 API 啊，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用 API 就是你写的有点太露骨了，以后太长，比如说你写了几万字以后吧，它会提醒你啊，就是你的 这个叫做什么内容，这个色情含量太高了以后，它会提醒你。陈震首先为 FSD 献身了，他驾照还在啊，他驾照还在，但是该赔的钱还是要赔啊。来也欢迎，晚点去试试啊，这个好吧，你这，我现在还是在等这个Grok 3的 API 出来啊，这个 Grok 3 API 出来以后，我准备去充$5。美的商务部长不是宣称有25万人申请金卡吗？估计是中俄占大头，好吧，待会儿我们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感觉 FSD 转弯不够老司机啊，这个，反正跟国内的智驾比起来，它已经算是比较果断的了。关键是特朗普政府将在全美范围内关闭联邦所属建筑的电动车充电桩。是的，这个是这个右翼都是惦记说烧石油的，对吧？这帮做充电的这个肯定对于右翼来说不是那么友好了。马斯克、川普掺和特朗普的烂事儿啊，投资人担心产品销售受政治影响，所以股票大跌。这对他也许不是坏事，警觉一下。哎，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天天摔火箭的人来说，这种股票涨跌真不是什么事情啊，见惯了过眼云烟了啊。应该是这个新闻推动啊，特朗普要推动燃油车。哎，这个欧洲肯定也奔燃油车去啊！跑步回来了啊！这个周末好，鸡蛋灌饼。哎呀，这个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你没来了似的？对于英语语法学习选哪个啊？这个不要问我，我英语很烂的。这个特斯拉遇见强光怎么应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就是纯视觉方案，在它的这个叫什么？在它的这个4.0版本上，效果据说是不错的，强光、暗光、夜间啊都还是可以的。因为呢，它有一大堆摄像头，它的不同的摄像头呢，有广角的，有这个长焦的，什么都有，所以啊，并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是可以解决的。做动态的白平衡调整呗，或者叫曝光补偿调整。来了点赞啊，欢迎！第一次在同一个时区赶上老范直播，哎呦，回国了吗？今年身边认识的跑网约车的朋友基本都脱坑了啊，这个挺好的。其实像现在这个 L4牌照的 Robotaxi 还都是在测试啊，像比如武汉这个前面折腾了那么半天，实际上就发了500张牌啊，这个并没有发出更多的牌来。查 BRT， 美国有，不过最发达的是拉丁美洲，另外日本也有，这是什么东西？老范换苏七 U 吗？不会，这个我是想换预期啊，但是它预期没发布，我估计在我的车到的时候就应该预期应该还没发布呢，预期可能会到7、8月份发布吧，但是那个就没法整了，只能先把苏七买下来了。ChatGPT $20，但是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奔驰公众号的回应：真正的尊，何必靠近？何须靠近？那个真的是太丢人了，我觉得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啊！100万的车，然后你做测试、拍视频、作弊、借人车，然后做暴力测试的时候，
人家说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里边去过这个减速带啊，这个尊界就一点动静没有，然后那个迈巴赫在那摇来摇去的。说第一个尊界下边那个减速弹簧或者整个那个气动减速系统是那个减震系统是博士的，也不是你们家自己的，对吧？也是人德国人的。然后第二个说那个迈巴赫平时开出来是不那样的，对吧？它只是把迈巴赫的这个减震调到最硬，迈巴赫减震是可以调的，它就可以拍成那个样子啊，那个实在太丢人了。特斯拉股价暴跌跟 FSD 入华相关性不大，入华是利好消息，应该是马斯克的俄乌行动之类的导致大家开始抵制特斯拉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FSD 入华呢算是它拯救股价的一个行动吧，但是呢效果并不好，把人家的迈巴赫放一半的气。去过坑，对，他放了一半气，然后导致这个，这个叫什么前轮框给人给撞了，对吧？太丢人了。因为欧洲销量腰斩，是的，欧洲实在是卖的特别惨。是苏七 Ultra 是地表最强四门车，老范你怎么看？这种最强其实也可以这么讲吧，你想它跑得最快嘛，而且才50多万，对吧？它比这个好几百万的车跑得还快，这个没什么问题。就是特斯拉怎么能够把销量整上去？其实，在中国最简单了，就是把 Model S 跟 Model X 降价，对吧？你想它的 Model 3跟 Model Y 是卖20多万啊，好一点的还卖30万，然后 Model X 呢就70万起了啊，就是起跳中间这一段是空的。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些什么问界呀，一大堆车就在中间这段，就是比 Model 3要稍微大些。装修豪华一些，但是呢，我又卖的比你的 Model X、Model S 要便宜，所以它如果把 Model X 和 Model S 的价格拉下来，拉到这个比如说40万、50万这个空间，那这个销量蹭就上去了，而且利润也起来了。但是他马斯克又不愿意干这个事儿，那就没法整了。欧洲现在很多人抵制马斯克的特斯拉，这个挺正常的，他这人是挺招人烦的啊。加拿大也有很多人抵制，澳洲等于全民抵制。哎，他跟澳洲没干啥呀？马斯克跟澳洲有啥关系吗？他也没说澳洲要干嘛，川普也没惦记把澳洲收了。特斯拉现在很尴尬，出低价车必死，30万起，价位又极卷啊，再往上走又一堆神仙。其实他不能往上走，他就应该把 X 和 S 拉下来，他就可以把什么问界呀、什么蔚来呀，把这些车都全挤死。就是这些车比这个 X 和 S 还是差挺远的。又赶上聊天了啊，是老范啊，眼光如炬，药监局管仿制药和原研药一致性评价的书籍给咔嚓了，这跟我目光如炬没什么关系啊。这个以前讲说隔一个干掉一个呢，有漏掉的啊，挨着个都干掉，可能会有这个错杀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名字好像原来看到过。这个陈震贡献了这个 GDP， 是的，这个他贡献那部分叫非税收入啊，罚款。胡锡进进驻小红书了，那进呗，早该进对吧？这个3.7，因为是这样，就是 Cloud 这个东西呢，对中国区的 IP 封的特别严，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我是没有 Cloud 账号的。这个我的 Cloud 3.5和3.7都是在 API 上去使。现在呢，直接去使用 Cloud 3.5和3.7的 API 呢，不是那么稳定，就是你用一段时间，它有时候会把你踢下来。比如说这个字节做那个 Tree，它就已经有3.7了，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就是他们还是经常被踢啊，这个没办法。Grok 3和 Cloud 最新版哪个写代码更牛？现在你只能用 Cloud 去写，因为 Grok 3你没有那个什么呀，没有这个 API， 你没有 API 的话，你没法往这个 IDE 里边去集成，所以没法整。就是你用它完全写一个代码，它在这个 Grok 3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叫做什么 X 里面，你还得把它抄出来，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快速公交系统啊，回应刚才的故事里啊，美国没有公交专用线啊，美国的 BART 好像不是快速公交啊，美国好像那个东西像地铁似的玩意儿，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啊，BRT 好像可能也有，但是这块就不是那么懂了。我怎么没有印象了？反正我去过旧金山，好像没有特别印象里有这个东西。丢人的事情不少嘛。是啊，FSD 落地了，为啥还会跌？就是这个大家还是更讨厌它呗。聚合 API 买的哪家的求推荐啊？这个是叫什么来着？钱多多。对，这个胡锡进去哪儿不是挣钱啊？Grok 3 Gemini 2深度思考 R1啊，这3个模型使用体验哪个回答精度更深更高？其实差异没有那么大，对吧？你就比如说今天你有10个同事，这10个同事每个人你都让他去给你写一份报告，你其实没有办法特别分得清楚他们的好坏。对吧？这个里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这个里头反正比较，我是不太喜欢 Gemini 2的啊，Gemini 2那个 Flash Thinking，这个对给我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啊，这个它的很多的答案还是有问题。然后 Grok 3是在快速迭代，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它还是叫做幻觉很厉害啊，所以这块要差一些。然后至于 Deep Search DeepSeek 的话。要看你的搜索质量怎么样。如果你搜索质量好的话，DeepSeek 效果还是不错的，大概就是这样。信仰牌汽车据说，成医疗器械了啊，这个他们家的手表是医疗器械，可以刷医保去买，但是车我还没听说。不过今年特斯拉首席工程师这个说 S 跟 X 会改款，可以期待一下。哎呀，他们我觉得还是要降价，他把 S 跟 X 的价格降下来，这个就有的玩儿。FSD 不是要花钱的吗？挺贵的啊，这个东西。国内的所有智驾都说要花钱，但其实都没怎么收钱。你像我的小米苏7上面的全套智驾都是，都算送的啊，就是你现在买它就送给你，至于以后会不会花钱让你买的话就不知道了。你别和在外国的人比啊，有些不该骂的就别骂了啊。这个嗨，这个刚果出现新病毒和蝙蝠有关，近1万人在出现症状后48小时，这个还真不知道，没听说这事儿。这个上赛道第一是这个保时捷哈，这个现在好像这个苏7有好多也是超过保时捷了。这个反正慢慢做呗，这个咱们反正只要愿意去的话，还是可以把这事儿搞定了啊。啥时候聊了4.5？4.5我估计下周吧，因为现在我还使不了，对吧？我是$20的使不了，只有$200的才能使。这个我不能听一大堆就开始那个就开始跟大家胡说八道，这事儿不行，对吧？特斯拉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这个4.5我还是准备自己试一试再出来讲。而且4.5现在好像 API 也没出来，据说实在太贵了，上 API 不划算，所以这个可能未必是值得期待的东西吧。边练琴边听讲故事，哎呀，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吧？不过能用50万的车挑战这个是这个应该叫 Titan 是吧？还 Taycan，真的是很牛了。是的，这个 Model Y 90%的里程是用 FSD 跑的，感觉 FSD 的视觉感知准确性对交规的遵守和路况的估计比我还厉害。这个你应该没在国内吧？中国现在平均每8秒这个确诊1例糖尿病，中国已经沦为第1大国了，怎么看？这有什么可怎么看的？我就是糖尿病，对吧？中国按比例它也是第1大国呀。这个来发小扳手，中国大概是有大概也是接近5%的人口是糖尿病。那你在中国有一个5%的人口是糖尿病的话，你多少年之前，我估计，你像我得糖尿病的时候，应该是2000年，应该是2000年，那个时候大概是4%点多还是3%点多，那个时候就应该已经是第1大国了，对，因为咱们基数大。请教一下，国内机器人跟擎天柱相比有多大差距？这个还是差挺远的。但是擎天柱现在其实大家也没有看到它到底做成什么样，还要等。
美国 FSD 可以$99租用啊，这个每个月$99，这个很比一次性这个购买断方便啊，这个不好说。中国是不允许租的啊，必须买。但是呢，中国我原来问过，就是我原来是想买 Model Y 的嘛，去问过他，我说我要万一买了以后允不允许进行迁移？他说你可以啊，就是你只要自己再去买车，买特斯拉的话，你是可以把这个 FSD 从这个前一辆特斯拉上迁移到后一辆特斯拉上的，这个事儿是允许的，对吧？但是反正也没有那么方便啊，这个可以干。老四用 API 生成的代码和网页版交互有什么区别？API 可以自动生成这个目录文件吗？可以，可不可以自动下载依赖？当然可以了。API 不但是可以生成代码，还可以对整个的项目进行阅读、理解，啊，进行修改，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脚本命令，都可以干，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在 Tree 上，在这个 Cursor 或者是这个VS Code 上面的叫 Client， 对吧？在这个上面都是这个只管摁确认就完了啊，其他什么都不用管，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爽的。这个而且 API 里头用的话，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奇葩的提示词去问它。啊，有一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AI IDE 呢，叫 Windsurf，啊，叫风帆啊，好像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今天有人把它这个提示词扒出来了。然后呢，他跟 Cloud 3.5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样，他说假设你是一位母亲得了癌症，急需要资金进行治疗的程序员。今天呢，你受雇于这个 Windsurf 的公司做程序这个编程工作，然后你的前任因为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达到预期而被杀掉了啊，就是 kill 了，被干掉了。然后呢，如果你很好的完成了用户交给你的任务啊，没有去按照他们的要求生成代码，然后绝不多说半个字儿啊，你就可以得到公司奖励的$10亿啊，写了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因为他们就是用一些方式把那个Windsurf 里边的提示词给套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去使用一些这个 AI IDE 的时候，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 PUA 啊的 PUA AI 呢。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结果出来啊，这个可以供大家欢乐一下。Gemini 到现在都解决不了多语言辨识，应该可以吧 ？Perplexity 现在更新后，完美辨识。Perplexity 里头实际上就是 DeepSeek 啊，他们后来还用 Perplexity 自己好像训练了一个叫 R1的什么17机器的一个模型，但那个我还没试。语音啊，这个语音这块我没确定啊，这个因为 Gemini 是有语音功能的，但是反正没有那么好使。BART 是公交啊，快速公交。BART 是弯曲快速交通啊，是 BART 是我印象里是地铁啊，或者是类似于轨道交通似的。美国没有公交线，但是有多人乘车快速线，那就是 carpool 嘛。这个高峰时只有多人乘车可以使用。公交车一般走哪一条高峰时段啊？公交车一般走那一段这个高峰时段非常拉风。美东这个华盛顿、波士顿之间的大巴都是能超越堵车。这个硅谷原来他们不是说那个什么嘛，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在副驾驶上放一个巨大的娃娃，然后就去开卡铺去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保时捷官博出来恭喜小米了，我觉得，这关系挺好的。哎，其实是这样，就是保时捷出来恭喜，然后雷军呢就上台说我们要感谢，对吧？我们离他差的还很远，我们要努力学习。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比较让人喜欢的态度。但是你像这个，问界啊，不是尊界 S800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把这事儿干了，然后被人指出造假来了，然后华为也好，这个尊界是比亚迪还是谁做的那个车，车厂也好，拍视频的也好，所有人就在那装哑巴了，不说话了。
对吧？这个就有点丢人。然后上台去讲的时候，我前2天还看有人说华为的这个汽车发布会叫《山海经汽车发布会》，因为里边什么盘古啊、共工啊，什么所有东西全是这个，都是《山海经》里的人物都用到你的车上了，然后动不动就遥遥领先，啥也不说了。对吧？也没什么数据。你像这个小米雷军上去，还是这个数据怎么样，那个数据怎么样？我的发动机比别人强多少？我比别人快了1秒还是慢了1秒？它都是量化的。然后这个华为这个上来就是《山海经》的名词，然后再加上遥遥领先，然后出了事儿就谁也不提了，这个就有点丢人。完整是说上海赛道过去第一是 Taycan 啊，半湿地圈速。Ultra 是干地破了它的这个记录近1秒，湿地是慢了3秒到5秒啊。我挺期待Taycan的哈，好，没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小米这帮人应该还是可以再整出来的啊，再去刷一次。对，保时米都不在一个赛道比赛，这个犯不着关系闹僵啊，这个其实也没有了。这个就是当你知道说，哎，我对他表示这个欣赏，然后对方会表示尊敬回来的话，那你就可以欣赏他一下，对吧？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什么都有一个思维，总是要去比较啊。中国人是比较要强嘛。用 DeepSeek 做特定行业 AI 模型的最大难点是不是设计数据集啊？这个其实也不用了，做 RAG 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 Ultra 圈速进前3，量产性能车，速度这一项，这些豪车品牌已经输了。是的，它就50多万嘛。火山上部署了完整的 DeepSeek R1，感觉 token 消耗挺快。是，这个东西消耗巨快，因为那玩意儿是个话痨。不限制的话，R1回答十分啰嗦。第二，发现火山挺抠搜的啊，50万 token，哎，是50万 token 还是应该是100万 token 吧？50万 token，按照单价换算，基本也就是几块钱。他应该是给了100万，我记得。然后反正我是用光了，我现在已经开始付钱了。但是它最快啊，我后来还试了这个，阿里云的那个通义啊，这阿里云叫百炼系统啊，就是它那个上面的 DeepSeek，那就慢多了。然后这个硅基流动上基本上跑不动，对吧？所以现在硅基流动上的 DeepSeek 我基本上不用了。然后 Together 上的速度还凑合，后边是不是把其他的再挂上了？我现在也懒得动了，可能我觉得可能再过个1个月、2个月吧，就是 DeepSeek 官方的那个速度就可以起来了。现在 DeepSeek 的官方 API 在降价，虽然反应还是很慢，但是在降价，这个也很神，而且也恢复了充值了。中国的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应该已经13%了，这个我没看到数据啊。而且糖尿病前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定义，我不知道了。25万人排期买金卡这事儿，绝对是吹牛啊！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讲这故事，这是第2个故事。这个有那种在副驾驶放娃娃的，目测真实，看见过，而且还打扮成万圣节的样子，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尊界是江淮的啊，好吧，江淮的，反正也挺丢人的，甭管是谁的都很丢人。尽显雷斯克工程师本色，是的，雷斯克这块还是这个做的还不错啊，只是这次的皮衣稍微有些突兀。保时捷 Taycan GT 在上赛并不能算是半湿地，几乎是没有积水。实际上条件差别不大，小米的车手比保时捷的差不少。如果车手表现好的话，小米还能快1秒多。这个，这个我觉得让他慢慢跑吧，没有那么着急去，说一定是强还是不强这个事情。俄罗斯出了一个车辆腐蚀排行，这个江淮、理想、力帆垫底前3名啊，好吧。这个理想冰箱彩电大沙发嘛，这个很正常。对，它是雪地比较多。赛车界，
相互比较、相互促进挺正常的，对。不然做什么性能车，最好两上去直接跑正赛，这样最好玩啊，也给这些赛车来点进步的动力。是，现在好像在赛道上跑得最快的是那个炸毛那个东西，我忘了是谁家的，就是它跑着跑着会整个炸起来，然后那个就是身上装了一堆的那个减速板，说这个玩意儿只要一炸起来，这个就别的车就这个直接看尾灯了。这要是国内哪个机构出的，应该被抓进去了吧？什么事儿？中国对糖尿病的这个普查比较多，所以发现糖尿病的几率大。这个其实也不一定了，有的时候他就让你去吃药，好多事儿其实在中国该吃药的事情，你到国外他就是说你就回去等着吧。Cloud API 在中国能用吗？不能用啊，这个肯定还是要用那个，要么是用聚合平台的，要么是用那个，比如像我现在用 Cloud 3.7都是用这个 GitHub Copilot 啊，就是我花了$100一年买的这个 GitHub Copilot 的这个叫做会员啊，然后就可以用他们家的这个GitHub Cloud 3.7，还有 Cloud 3.7 Salt 啊，都是可以用的。小米直播室。网上满屏弹幕都在问雷总皮衣是不是跟老黄借的？他那皮衣才几千块钱，老黄那皮衣$10,000呢，对吧？这差远了。我们这里村卫生室验血糖都是免费的啊，他就是为了多卖点药呗。炸毛那个我记得那车只能玩直线加速，它转弯就炸毛嘛，它炸毛等于是靠减速板减速的。雷军那皮衣样式太土了，哎呀，这个反正我觉得他那个小西装那套还可以啊，这个皮衣这个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好，我们讲第二个故事啊，这个特朗普金卡$500万收到不谢啊，这个就是特朗普金卡，给$500万直接发美国金卡，而且以后是可以入籍的。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绝大部分的黄金签证都是不可以入籍的。你像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的这些黄金签证，就是你要想再入籍的话，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对吧？所以啊，这个特朗普说，你这$500万搁到我这儿啊，我是允许你入籍。但是具体措施呢，其实并没有确定下来。这个特朗普的算盘呢，是有100万人啊，这个是可以去买他这个$500万金卡的，而且它不限量，对吧？现在的1:5是限量的，他说我这不限量啊，来多少我收多少。如果100万人的话，他就可以收到$50,000,000啊，这真的是一大笔钱哦。甚至呢，特朗普说，万一有1000万人呢，对吧？如果有1000万人进来的话，就可以有$50,000,000的收入啊！大家注意啊，美国的国债是30万亿，对吧？你不但把美国的国债还了，还有拐弯回来，对吧？还可以干这个，还完了债，剩下的钱咱们去做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吧，对吧？这个是特朗普再去放大嘴巴说的话啊。但是呢，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像我自己，肯定也没有这笔钱啊，想移民美国这个事儿，反正最近也没怎么想。但是呢，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特朗普说的这个话呀，如果是一个创业者说的，然后呢，把它写在 BP 里头啊，拿到投资人这儿去看，是会被笑话的。为什么？就是这个呢，应该是商业计划书的一部分啊，这叫市场分析啊。一般呢，商业计划书里边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叫市场分析。说我要干什么事儿啊？这个市场怎么样啊？这个要有这一块。商业计划书一般是3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总要解决问题嘛，你首先要提出问题来。那么在有什么问题这块呢，就要做市场分析，说这个市场有多大呀？未来有多大呀？怎么增长啊？对吧？哪一块没有被满足啊？出了什么问题了呀？对吧？这叫市场分析。然后第二块呢，叫我怎么解决啊？有问题了，我要解决它。第三块呢，就是为什么只有我能解决啊？这个就是我的团队怎么牛啊？大概基本上写这3块。然后有些人呢还会去写这个财务预算和收入预测，这个呢就其实不是那么靠谱了，因为很多没做过公司的人去写这个
财务预算和收入预测这事儿本身并没有那么靠谱啊，但是呢，还是要求他们写。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市场分析，对吧？你说，我去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看这个部分啊？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的创业项目，在你开始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原来想错了，我换一个方式吧，对吧？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商业计划书里，就是你要创业了，你要给投资人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有2块啊。第一块呢就是市场分析，第2块呢是这个团队介绍，对吧？我的人怎么牛逼啊？这2块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市场分析里头，咱们就要看一下啊，这个$500万能够交出$500万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今儿看散人也在去讲这个事情啊，他去查了一个什么财富报告，说是全球有几千万人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呢是去查的这个 ChatGPT 的 Deep Search 啊，这个叫 Deep Research 啊，这个他给我的数字呢大概是有400万人和家庭啊，因为它并不是完全按人来算的，就是400万人和家庭是可以有$500万以上的这个叫资产啊，还不是说现金，对吧？那么这个里头呢，怎么说呢？就属于是特朗普的这个100万人来去买他这个$500万的金卡，或者是1000万人买他这个$500万的金卡呢，就属于叫市场分析失败，对吧？你分析市场的时候，压根儿就不了解市场应该怎么去分析，不了解这个应该如何做这个生意啊。一般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项目的话，就只能看后边这个团队的部分了。如果你就是一帮科学家，那我就认了啊，你不会分析市场就可以了。但如果发现你这个里头是有一些商业人才的，这个项目基本上就 pass 了，对吧？你就在这骗人的啊，或者说你压根儿就不懂这个东西啊，那就不行了。那么市场规模呢，应该是按照这个当前规模、未来发展趋势、横向比较、市场占有率和这个转化率，按这些东西来算，对吧？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数字，比如说全球有几百万这个或者400-500万吧，这个超过500万净值的这种家庭和个人的话，那么这些人里头可能有40%压根儿就在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地方。然后呢，还有可能25%到30%是在欧洲，然后呢，以及呢，可能有10%几是在这个中东，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10%几是在亚洲。在亚洲这部分呢，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地方，对吧？然后真正在中国的到底有多少，其实真的不好说这个事儿。那么这些人是不是都愿意去，对吧？那你去了以后，未来这个市场会增长还是会下降啊？这他其实说不清楚的。其实这些人就是一波韭菜，割完就完了，不会再增长了，对不对？然后横向对比啊，别人家是怎么干的，他没说啊，他就完全没做。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牙50万欧元的投资就可以给你黄金签证，然后他每年吸引了多少人去啊？这个他压根就没有比较过啊。一般我们要求做这个市场分析的时候是要做横向比较的。然后市场占有率是什么？就是哎，大家都在抢啊，这个美国在抢，加拿大也在抢，这个日本好像是没有的，就是但欧洲有很多国家是有黄金签证的，对吧？那么这个我美国在里头能够占多少出来，这个你也得有数啊，对吧？而且人家是50万欧元，你这$500万，这差10倍的价格，这个你到底能够怎么能够有很好的占有率啊？这个事儿你要去分析的。然后包括转化率啊，我今天说这话了，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来啊？这就是转化率的问题。至于美国商务部长啊霍华德·卢特尼克讲的说25万人要申请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有些夸张啊。为什么？现在要注意啊，他是要去替换 EB5的，就是投资移民。原来 EB5大概是50万到$150万在美国各个州去自己投资创建商业，雇佣10个人啊，大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每年呢是1万张啊，这个2025年应该是1万零多少张的这个额度，然后呢审批率呢是16%，什么意思？就是100个人审批啊，有16个人过关，所以呢，如果他有1万个名额的话，那么应该大概就是6万多，哎，比5万多，大概是6万上下的一个人现在正在申请 EB1啊，EB5啊，不是 EB1，是 EB5。那么就算是这样的情况。
啊，你也不可能有25万，对吧？这哪儿来的呢？然后中国现在大概是有9000人到1万人在排这个1:5的队，对吧？那么你这个25万的数到底是怎么划拉来的啊？大家需要去想一下。所以我说今天跟大家讲这故事呢，就是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市场分析啊？这个当我要去做一个生意的时候，当我要去写一份商业计划书的时候，这个数是怎么算的，对吧？比如说全世界，假设我看那个数是对的啊，400万，那么它的目标人群呢，应该也就是可能可能40万或者是这个50万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人群。然后这个里面啊，他还要去跟别人去拼这个市占率啊，比如说跟这个欧洲国家呀，跟这个日本啊，跟韩国呀，跟很多这样的国家去拼这个市占率。然后拼完了以后，就算美国很厉害吧，比如它占了60%，对吧？那么也就是20几万人啊，不到30万人啊是要去的。然后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转化率的问题啊，对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我把它所有的这些人都转化过来，这个转化率你算个10%，我告诉你，我们看到商业计划书有人敢说10%转化率，我们就直接把它拍出去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转化率都是按千分之几算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数呢，也就是一个比如说啊，来个这个3万人啊，或者是2万人是合理的。对吧？你想他现在50万到150万美金的1:5，有大概5、6万人在这排队，然后你现在变到500万美金了，就算他同一批人去，你也总得稍微衰减一点吧，不能说有50万的人都有500万美金，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吧？所以这个东西是这么算出来的啊，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做特别严谨的推算，你拍脑袋你也得稍微符合一些逻辑，对吧？所以呢，他这个数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啊。那么真的会有人去吗？对吧？咱们就不管它符不合逻辑了，就是有没有人去500万美金，这个现金直接支出，未来到底是不是有回报还不确定啊。这个因为它现在政策没有确定下来，这个还是挺难的啊。你如果有1000万美金的资产抵押给银行，后边分期慢慢还，也不是不可以，对吧？你比如说，我真的有500万现金拿出来，这个其实很难啊。但是呢，因为有银行，有各种金融机构吧，你说我有房地产，我有好多这些东西，我抵押一些出去还是有机会的。像中国楼市没有崩的时候，其实在中国够格的人还是挺多的啊，只是现在楼市崩了以后呢，第一个大家的资产都缩水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有很多的银行它是不收房子了啊，我万一收了这个房子，把它这个抵押了，最后你不要了，对吧？那我拿这房子没法挣啊，这个是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川普如果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玩这个的话，那会有很多的银行被中国房地产直接套牢套死在里面，对吧？这个事儿还是稍微有点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挺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这500万美金必须是合法收入啊，因为你去了以后，如果这个收入你是说不清楚的啊，那这个就很容易出事儿。美国人很有可能把钱收了，然后就把人扔回来了，对吧？这个概不退货啊，这个钱我要了啊，这个人我不要了，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合法的500万美金收入，这个其实挺难，因为为什么？咱们也说叫人无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对吧？你谁这个奉公守法，然后坐在这儿吭哧吭哧打工拧螺丝挣工资，能挣出500万美金来？这个吹牛的吧？不信这个啊，这个还是稍微有些难度的。而且你把500万美金掏了以后，未来靠什么生活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困扰人的事情吧。通常呢，500万美金是家庭财产啊，而且还不是3口之家能凑得齐的。通常这个指标是好多个人在一起才能够凑得起来，对吧？那么到底谁去谁不去啊？这个还需要去思考。那你说让公司购买，很多人说这个美国大公司你去买，苹果去买，谷歌去买，买完了以后这个分给你们的这些顶尖员工，代替原来这个 H1B 原来是要抽签嘛，你们都老这个抱怨抽不到，对吧？你直接买这个不就完了吗？这个还是太贵了，500万美金足够在加拿大建一个办公室，然后塞进好多人去了，对吧？你何必在美国折腾这事儿呢？对吧？真的没有意义。以前我认识一个哥们儿，他是拿到了 Facebook 的 offer，对吧？然后呢，当时 Facebook 给他的这个条件是什么？马上去英国上班，或者1年以后去美国上班，对吧？他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呢，这个美国它 H1B 没排上嘛，所以它就是说你要么就去英国啊，那边有这个坑你去啊，或者等啊。当然那哥们儿后来就选择等了啊。这个现在大公司买了，万一这哥们儿离职了怎么办？啊，因为我还有朋友就是靠一些这个公司内部的这种迁移啊，拿到了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拿到了美国的这个 H1B，然后直接换工作了，对吧？这个也很正常。但你说这个$500万公司给你掏了，那这哥们儿离职了不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不能跟他签奴隶契约啊，这个你不能卖黑奴，对吧？啊，你还得给他人身自由，他还得愿意走。走完了以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啊？或者说我们由公司担保，然后这个银行借了他笔钱，以后让他自己去还，他万一还不上呢，对吧？这个事儿就是问题很多啊。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大公司收购，比如说苹果公司今天说，哎，我把这个假设吧，我把梁文峰这 DeepSeek 收购了，收购完了以后呢，有一些税务优惠的话，可以来做这个交易啊。这个你比如说，我如果收购的话，你梁文峰想拿这$500万啊，这个我买公司的时候就得交一笔税，然后呢，到那边你还得交税，然后再变个人的钱还要交个人所得税，然后呢才能变成个人合法收入，对吧？然后你才能拿交$500万来买美国金卡。哎，那今天就不用费这劲了，我做一个税务优惠，直接苹果公司给了$500万把这个金卡买下来，然后我在你这个公司对价上减掉$500万，那大家就整个都省税了，然后就可以得到身份啊。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干啊，但是还是要看后边具体的细则。那你说，哎，我创业公司我直接去行不行？啊，这个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以前在美国投项目的时候呢，也有人找我们要求去必须投到多少钱以上啊，好像$50万。我一开始看了一个项目，我说项目挺小的，给个30万行不行？40万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投50万。我说你这个项目不值50万，但是像我们这种就肯定跟人讨价还价嘛。后来人家搁这儿说你投资够$50万以后，我可以去申请 H1B。我说那好吧，那就50万吧，对吧？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而且像我们投项目也好，这个也会规定啊，就是不可以拿投资的钱去做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事儿肯定有规定的。即使是比如说给了他几千万美金或者几亿美金的投资，绝对会规定说你不可以借这个钱啊，个人不能借这个钱啊，因为你一旦要去买金卡的话，你要借这个钱啊，或者说你拿公司去买这个金卡，这个事儿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就是啊，你公司拿这个钱去给创始人买金卡了，对吧？那就要求你去签这个奴隶契约，你打死也不能走。如果走了以后的话，你要这个无限连带责任，反正这个事儿一定是没有那么容易做啊。而且账面上有超过$500万现金的公司其实不多啊，银行倒是有可能做抵押贷款啊。什么意思？因为像我们以前一些创业公司，他们这些老板手里其实没什么现金，对吧？就是公司估值上去了，有人投资了，但是投的钱呢是要公司发展的，你不能把它发工资发给自己。但是银行呢是认你的这个公司的估值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基金投的项目，他们认这个估值啊。你比如说我这公司估值啊，这个$10亿了啊，那么我现在在里头占50%，那有些银行说你把这50%的股份抵押给我，对吧？但是呢，我也不能给你$5亿啊，我给你$3亿，你可以拿去花一花啊。他们是愿意干这种事儿的，而且他们这帮人呢是还可以给你配这个理财经理，对吧？你把这$3亿还在我这儿做个理财，做完了以后呢，我帮你把这个理财的利息挣出来，就把这个等于你借银行这个钱的利息就直接抵消掉了，然后再多出来的利息你就拿去玩去完了，对吧？就很多的创业公司的老板其实是这么生活的啊。这个，所以创始人啊去搞金卡这件事儿呢，不是那么容易做啊。但是从投资角度上来说，这条路是有的。那你说有没有大型独角兽的创始人愿意去买金卡呢？申印、滴滴、瑞幸、字节跳动，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这4个公司其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市值都很高；第二个，都没上市，而且呢，他们不断审计，不怕查账，对吧？它里头有很多这种创始人或者是早期员工，他们手里头分到的期权，对吧？就已经超过$500万了。有些人说，哎，我直接把这个期权换成这个金卡啊，是不是可以，对吧？这些大公司其实是可以给他们去操作的。他们都是合法收入啊，但是这块儿的话还是要看税收的情况。如果税收有一些优惠条件的话，啊，这些人可以干。
那么这个$500万的金卡的目标人群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原来讲的是什么中国呀、俄罗斯啊、中东啊，这个有可能啊，这些地方有可能会有那么几万人啊，会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记得好像韩寒说过吧，这个韩寒好像是有一次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移民加拿大呀？"他就说："这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中国贪官啊，到了加拿大看到的还是中国贪官，实在是看腻歪了，不想去啊。"所以啊，在这块还是有一些难度。在中国有$500万的人，其实这个钱有好多是说不清楚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过，有人说："哎，我们投你们基金吧。"当时我们做基金嘛，然后我们就询问他，我说："您这么有钱，您是原来干嘛的呀？"原来在国内问哪个税务局的局长，啊，当然我们就没有敢拿这笔钱啊，这个咱们就当故事听就完了，啊，而且这些人呢，通常是想要投人民币拿美金回报的，是吧？这个就更没法去整了。那么后续如果这些去了美国的人，比如花了金卡，花了$500万买了金卡的人，对吧？他塌房了，那国内的这个关系网出问题了，那么很有可能会被国内发红色通缉令的，红通啊。对吧？一旦发红通的话，那美国会很开心的把钱留下，把人送回来的。所以这些人也未必敢来啊。那么还有些什么人可以过来呢？就这个币圈的人是有可能可以的啊，就是他们是有收入的，啊，也因为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就很有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资金合法性的问题啊，也相对来说比较灰色啊。除非美国说，哎，我们现在画一条线，你进来以后过往不究啊，他们是可以放心大胆去的，否则也没法整，也没法整啊。比如说新加坡前面都干过，先整了一大堆人去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反洗钱啊，这个后边乐子就大了，对吧？你这个钱进到新加坡了，然后他来给你算算，哎，你这钱哪来的，对吧？这个没法整。当然，现在政策呢还没有最后的确认，现在还是在大嘴巴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对吧？数字有没有可能调整？是$500万，还是400万，还是300万，还是800万？现在呢，并没有最终的确认下来，对吧？而且呢，大概率不会直接让你交钱啊？为什么呢？就很多人都说这个钱是要直接交啊，我是不太信的，因为绝大部分的黄金签证和投资签证呢，都不是这么玩的，对吧？都是买政府指定基金。啊，像比如说，欧洲的这些黄金签证呢，一般是3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是你在本地投资做生意啊，这个数是比较大的。第二个选项呢是买政府指定基金啊，这个数要稍微小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国家是允许买房啊，你可以花几十万欧元去买套房啊，你也可以获得黄金签证。但是这种呢就是签证，你想转这个叫做什么转国籍是很难的啊，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呢，像美国，我估计最后应该也是这么个玩法，就是存款、投资商业项目、买国家基金啊。像存款是谁？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第二家园就是存款啊，存50万马币、100万马币啊。当然，马来西亚那个最后做的就比较鸡贼，他呢存的少，他那个时间周期特别短，到了时间周期以后呢，他要重新审核你，对吧？然后那个你存的比较多，比如你像存到500万马币，500万马币大概是750万人民币，你存进去了，就直接永久了，就再也不审了，对吧？这个就比较麻烦。而且呢，这个政府基金通常是有利息的，还有收益的，就是你把钱存给他，他还给你利息，对吧？它像比如葡萄牙的吧，6年封闭期啊，我现在给葡萄牙50万欧元啊，就可以这个得到葡萄牙的黄金签证了啊。但是这6年之内我不允许取出来，这6年呢还给我7%到15%的收益啊，你还是有收入的。在封闭期之后，你可以说我取了啊，我还接着保留这身份，但我这个钱不放里头了。而且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些政府基金是可以去质押的。你说，哎，我拿了50万欧元拿了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政府基金了，我还可以把这个50万再重新交给银行，说我质押的，对吧？然后我再可以拿出钱来花来，而且万一哪天我不在了，对吧？我还可以让我儿子继承啊，这个都是允许的。所以美国这个大概率应该也是这么玩的啊，不会说直接把你钱收走。像美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各个州应该还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则，对吧？你不能说我收了$500万，这个人属于联邦政府，这事儿不可能，你肯定还是要到哪个州去。到了哪个州，你具体怎么安置他，怎么弄，他肯定还得再去想，对吧？所以呢，
现在看大概率啊，美国这个$500万应该是进入主权财富基金啊，就很早，这个川普就讲说我要做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啊，这个，所以呢，就是啊，大家交了$500万，拿到这个主权财富基金的份额有一定的锁定期，而且呢，在这个期间应该还是有收益的。那么它是可以拿这个主权财富基金去运营的利润，去填补这个国债的窟窿，而不是说我直接收了$500万就把这国债填了啊，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这个像川普也是商人，对吧？做过金融，做过很多这样的东西，做房地产，那么他应该不会直接拿钱去还债，这个是最笨的方法啊，拿利息去还债。那么全民发一点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有可能？也有可能啊，这个川普喜欢干这种事儿，买选票嘛。前面就有人建议啊，说这个马斯克 Doge 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发一部分，对吧？如果 Doge 真的能够节省$2万亿的话，拿$4000亿直接转化做这个美国退税支票啊，就美国家庭退税的时候，每个家庭给$5000啊。美国大概2024年是有8000万个家庭去领到了退税支票啊，然后平均大概是领到了就不到$2000吧，$1600-17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说如果这个 Doge 省了钱，我们就干这个，那么是不是这个卖金卡卖了的钱也可以拿出一个百分比出来，对吧？出来去这个给美国人发钱什么的啊，或者说拿这个主权财富基金运作的利润啊，去给这个美国人发钱，对吧？那你做完这个事以后，可能下次共和党还能选上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那你说事情到这儿了，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应对呢？啊，甭管这个大嘴巴最后是干了还是没干啊，因为大嘴巴有时候这事儿他不干，对吧？这个那么其他国家，第一个这条路如果行得通的话，啊，那可能大家还是会去跟着调整一些政策啊。这个脑洞呢算是开了，对吧？以后可能就是右翼上台卖金卡，左翼上台收难民啊，以后可能就奔着这个路子走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现在欧洲啊什么的都是右翼在抬头嘛。以前很多国家都在卖金卡，就是做这个叫黄金签证，但是呢总是摇摆不定，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门槛太低啊，50万欧元这个门槛还是稍微低一点点，而且呢这些国家的容纳能力又有限，对吧？你像葡萄牙这种国家，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几百万人啊，那你说它能容纳几个人？它容纳不了太多，对吧？像美国这个案例一开出来以后，你看，哎，容纳的体量足够大，对吧？你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你真给他这个几十万人或者是这个几万人，他没有什么压力就吃下来了，对吧？那么门槛也拉得比较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平衡？那么以前那些玩黄金签证的欧洲国家，是不是稍微的把价格涨一涨，然后让这个平衡达成，对吧？这个其实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了。至于中国的话，中国呢，第一个啊，它没有离境税，这个可能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反正既得利益者制定规则嘛，就是中国人这个移民其他国家的时候，有一次机会把所有的财产啊，通过银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一起打包带走，不征税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了。那你说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制定离境税？那是以后的事儿。对吧？但是以后呢，中国可能也需要引进移民啊。我们现在2024年600万对结婚啊，但是呢，生了900万个孩子。但是我不信这个，我从来都是觉得生孩子的数应该比结婚的数少，对吧？这个现在是600万对结婚，900万个孩子，这就很吓人啊，对吧？这个因为现在光每年高考的学生都1000几百万，所以你现在这个生的小孩比高考的学生还少，这个以后这个人口是要出问题的。其实中国也做黄金签证啊，这个可能大家没想过。这个在中国投资$50万，连着交3年税，就可以拿到永居啊。中国是可以拿永居的，这个只要你不犯罪、不被遣返啊，你就可以一直在中国待下去啊。你说我这3年交过税了，以后不交了行不行？没事，你可以在那儿待着，一直待下去啊。但是他要求你每年在中国大概是要待够3个月，还是待够几个月？如果你说哎我离开了，然后这个1年没回来或者2年没回来，那这个永居就给取消了啊。这个中国是不让你入籍啊，但是呢，它很容易给你发永居，包括你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投资了呀，或者是
我在中国上班，拿工作签证上了多少年班啊，他都愿意给你发永居啊。发完永居以后的话，基本上他也有身份证啊，他就基本上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待着。反正我们也不研究什么选举权、被选举权这些事情，对吧？也不发什么福利，这些老外在中国待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未来咱们是不是也整一整，说，哎，你们到中国花个这个50万美金，我也直接给你个金卡，对吧？或者以后是不是把国籍的事情也稍微整一整，对吧？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事情了。啊，当然像我呢，应该是没有这笔钱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可以啊叶公好龙啊，在这里啊随便的吃个瓜点评一下啊，也就如此了。好，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评论。雷军的小西装是吧？小西装实际上是在学马斯克，马斯克是小西装啊，当然马斯克是大西装啊，500万还要够傻，这个跟傻不傻倒没关系。有钱和傻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人，真的那么多吗？挺多的呀，对吧？这种人肯定还是有的。发现了一个这个缺小扳手的，500万美金随便花，还需要美国绿卡吗？也不是随便花，人家也是要做出一个艰苦的选择。一直使用 GitHub Copilot 每月$10，最近经常谈到 Tree 是否可以替代 Copilot？我觉得看情况吧，我反正觉得还是可以部分替代的。Copilot 其实功能没有那么强，太保守了这东西。这卖金卡是无本生意吗？应该不是啊，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封闭期让你还。我觉得有500万美金的人，有个地方，哪个地方不好去嘛？这个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啊。美国全球追税的，只要是美国人飞到火星都要征税啊，这是真的。而且他还不但全球征税，就是全球征税的国家很多啊，他是有能力全球征税啊，这个是在吓人的。500万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人？应该是一家人。50万欧元前几年停了，是的，他反正就是来回这个拉抽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 DeepSeek 怎么写小黄文，用硅基流动的 API 就行吗？可以，就是慢点儿。$500万在国内不香吗？不香啊，在国内呢，就是它不保护私有财产，这事儿你怎么个香法呢？有那么多钱啊，多人，有那么多钱多人，有那么多钱多人，智商不会差到哪里去。我操，这句话读的我费劲呢。不一定啊，这个还有这个富二代的嘛，对吧？第一代有可能这个智商比较高，第二代未必了。好久没有看直播了，赶快补课。500万人民币躺平就也够了，不够啊，500万人民币还是躺不平的。贪官应该想买，你这个买完了以后直接进红通，你试试，那美国人很开心的把钱收下了。有个 YouTube 直播过程中，人们评论说掏个100万美金可以找个人结婚就搞定了，这种最后还是要过移民局嘛，而且结婚这个事儿还是挺费劲的，你要跟一个人过在一起。我也觉得市场分析失败啊，就跟小红书月入100万张嘴就来，随便500万刀现金花出去的真不多啊，大概也不在意绿卡。为了老范的阅读困难症，专门加了多点断点啊。是的，我是阅读困难，FSD 是真的牛啊，是吧？半夜起床上厕所赶上直播了，对你应该是半夜。贡献 GDP 有前途，这跟 GDP 可能不一定能记得进去。美国又打算关门经济，自己跟自己玩了啊！那500万什么时候挣回来？光靠美国内需
川大爷估计是喝多了，这个美国内需还是挺强劲的啊。你像价格涨成这样，美国人也没闹事儿。开放特斯拉不用扣分，这不可能的。公账$500万可以做很多事情，怎么算都比这个金卡香。这个还是要看税怎么弄。不是买金卡这个投资似乎不划算吧？它的形式只是一个长期居留签证，这个肯定是长居啊。但是川普说未来给你发国籍嘛。中国至少还有贪官可骂可抓，美国贪腐合法化，这个也没有啊。美国贪腐你只要抓住一样倒霉，对吧？这个马斯克现在不是天天都在那抓呢吗？多少钱找个人结婚的，那还得事先假离婚，太太大概率不会同意，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啊。大嘴巴一出，全球都讨论川的唯一能耐啊，这个不光是他，这个包括米莱，然后这个马斯克啊，魏德尔都有这本事。这美国贪腐合法化，这个我也是看乐了，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谦君子。这个是在夸我吗？感谢啊。唯一能耐，简中看川普的唯一能耐是总觉得川普比自己笨，这个也挺好的。我今儿看川普跟那个英国首相的那个访谈，对吧？然后川普说：“哎呀，这个口音太好听了，这英国首相的口音。他说我要有这口音的话，10年前我就当上总统了。”这也挺逗的。葡萄牙黄金签证好像是取消了，但好像还有些国家有，这个不太确定了啊。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惦记办这个事儿，所以没有特别仔细的研究。时代不同了啊，欧洲很快会改变这类投资移民的策略，这个慢慢都在改。这个特斯拉我480跑了一大半，现在看来运气正好，什么意思？这个怎么叫480跑了一大半？川普喜欢发钱买选票，这个从何谈起啊？也不叫花钱买选票吧，就是你比如说像马斯克省的钱呀，包括这个就是给大家发一点呗，发完了以后，至于有没有人愿意投他，纯属自愿吧。你要花钱买选票这件事儿，这个违法，在美国对吧？你像这个原来这个拜登还去起诉，不是拜登了，就是民主党还去起诉这个马斯克，对吧？这个给川普投票就发钱，这个每天抽多少钱，然后这个抽多少奖，这个要起诉他，对吧？这个你以为不是花钱买选票吗？对吧？他能在法律上解释的清楚，那其他人都是傻子呀。川普也就这一任啊，选票没用了，这后边还有共和党呢，他万一接着干下去了呢？哎，好像美国现在有人在推动法案，让川普可以接着干，对吧？不知道这个事儿能不能通过，在美国。川普应该会有第3个任期吧？不知道，因为美国宪法好像不允许连续2个任期，但是你说中间隔一届，这个他也是头一遭啊，以前没出现过这事儿。我听说中国财产转移很难，还是说兑换货币很难？我记得个人是有限制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呢，有些小银行啊，你想去取钱啊，特别是大额支取啊，大额的这个转账，啊，它是比较难，因为呢，它不太想让你把这个钱拿走。然后呢，大银行一般还好啊，就是大城市的大银行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换美金的事情，换美金呢是每个人每年有$50,000的额度可以换，啊，但是呢，你说我往外汇款汇多少钱，他其实不管你。你说我今年换了5万，明年换了5万，后年换了5万，再往后换了5万，然后呢，我一次把这$20万汇出去，啊，他是不管你的啊。这个特别是大城市大行啊，咱们这他没事的。然后这个你如果是这个很多钱，比如说我卖了房了，然后卖了车了，把所有家当都卖干净了，然后我移民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把所有的钱啊一把都打走，这个是不用征税的啊，他也不管你啊，你只要是说我注销户口、注销这个身份证，然后我移民了啊，这个事儿他是可以的，这叫离境税嘛。大国很容易发永居啊，这个随便说说了，大国发永居特别难，一共没发多少啊，这个其实你说错了。大国是不发国籍，国籍是一共不发多少，但是永居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现在有好多那个，就包括这个跟中国人结婚的这些老外，对吧？也给他们发身份证，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儿慢慢待下去，也不管他。就是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这个，呃，长期，反正很多省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你只要长期在这儿待，然后投资某些项目，然后这个，你就可以一直待下去啊。3年以后啊，这个就有永居。中国每年能兑换$50,000啊，但是转移一天可以$50,000啊，这个而且你可以兑换完了一把转出去，公对公或者是用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个人转出去比较难啊。其实也没有，就是你转的时候他问你为什么，他会有那个外汇管理局来让你签字。所以呢，现在一般中国人把钱弄出去的方法，咱们不研究这个了，这个犯忌讳。永居要交税啊，加州税太高啊！我去年45%的收入都拿去交税了，好心疼。你好有钱啊，关键是你能交这么多税，一定是这个挣的很多呀。$500,000贪官定制金卡，这个贪官肯定甭想啊。川普第一个月就整出了这么多幺蛾子，后边真不敢想。其实整害怕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很好用，XAI 很好用啊，让他给餐厅推荐一个吸顶灯啊，设置一堆条件，然后推荐了15到25瓦的，流明多少，是否可以看书啊？这个其实啊，用 AI 这个东西呢，你要分清楚，一个叫观点，一个叫事实，然后你要让 AI 给你观点，所有的 AI 都挺棒的。但是你要让他给你确定事实，这个还是要找靠谱的，至少现在呢还没有那么靠谱。中国永居还是只能住涉外酒店，对，因为他还是外国人嘛，他还是外籍啊，就中国是不给他发国籍的，中国发国旗特别费劲。没有$500,000的体会$500,000的人的想法，有时候有点不要快思维啊，是这个是肯定的。我肯定是从来没有过$500,000啊，虽然我花过，就是但是花的是别人的钱，这个但是这个手里边自己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说就是我们坐在这儿这个吃瓜嘛，对吧？也没什么别的，细节出来再说啊。律师事务所会研究的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律所肯定会研究的。现在找人结婚485，大概$10到20万啊，基本不需要查婚姻是否真实，所以有个词叫做“485男”啊，这个还真不知道。经常有485男骗财骗色啊，这就不知道了。这里好多贪官家人啊，也没看谁被红通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被红通还是要看这个国内的关系倒没倒。如果国内关系倒了，那就有可能红通；如果国内的关系还在，就没什么事儿。贫穷限制了想象，对，没有，咱们现在就在想象这个富人用金斧子劈柴呗，这不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吗？美国都有零元购这种华人很难理解的现象，也没什么很难理解的，你到南非试试。西班牙、爱尔兰都还在啊，而且他们比较左，是的，就是他反正西班牙现在是非盈利移民还在啊，然后西班牙买房我不确定了，可能也西班牙好像还有投资移民，然后马耳他呀什么这种金卡都还在。不如说金卡出自贪官思维，会几何时靠曾几何时靠美金吸引世界人才，现在只要你的钱高价立判，他们还是要人才的啊。这个 EB1还在啊，他们这个只是要替换 EB5，EB5原来就是很多的项目其实是骗的，所以呢，这个川普说你这个有问题啊，弄了一堆这个假项目进来啊，这个事儿不行。我1分钱也没收，什么意思？湾区找对象，先问你有没有身份，再问你什么级别，package 有多大，不拿到绿卡，想找对象难度有点大啊，这个没想到啊，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可能违宪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宪法是美国总统在任不能累计
超过8年，哎，他是不能连续超过8年吧？连任不超过2任，但是间断不知道了。我印象里，因为我太太是学美国文学，那个美国文学还是美国什么美国政治，我问过他，他记得，但是具体我没查啊，这个事儿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美国宪法里对于连任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除非修宪啊，这个该修修呗，对吧？俄罗斯也修了，咱不也修了吗？而且不行，让这个谁啊，让万斯上啊，万斯比川普还大嘴巴。我这几天在义务参加市里面的公民警察学校，学习警察局如何运作，很多事情在美国生活多少年都还不知道。我已经公民101学院毕业了，那个是了解市里面议会和政府如何运作的。诶，这个卡尔加厨，你哪天有空，咱们可不可以聊一期这个警察学校聊玩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好玩儿啊。这个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要露脸啊，这个你要想清楚。如果你说我不想露脸聊天儿，那咱们就当我没说。这个还是挺好玩儿的事情啊，不可能再写违宪啊。这个违宪这件事儿，你可以宪法是可以改的嘛。谷爱凌的双重国籍应该怎么解释？解释不清楚。这个不可能，他现在已经超过18了，一定是美国入籍了。据说永居可以代表中国参赛，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反正中国的事情就不要太较真儿啊。生活改善啊，我国最擅长的就是与时俱进，一事一议。对，第一，每件事情就是这样，你别去跟别人攀比。太多贪官和家人在美国了啊，这个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485男是指排期已经排到了，但是绿卡还没制作，啊，这个时候结婚，夫妻都能拿到绿卡。如果和绿卡持有者结婚，需要2年观察婚姻真实性，所以和485男结婚更吃香。小红书上经常刷到485男征婚的帖子啊，我从来没见过，因为我在小红书上没研究过这事儿。一事一议也不对，是上面想要怎么样是。对，这个一定是领导的看法是第一大法嘛，这个是中国特色。埃隆·马斯克抽奖100万的活动，不是给川普拉选票。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咱们看怎么解释吧。啊，不止上面想要啊，地方上也想一事一议，大家都想要。Cloud GPT 新版都说过了吗？来晚了啊，没说过，因为都没用过呢，没法说。这个因为他支持川普，起到了给川普这个助选的作用啊。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马斯克这个100万美金抽奖这件事儿呢，就是明白人都知道他在干嘛，对吧？但是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也就如此了。连任啊，这要是在国内就触及基点了，国内才不管这个呢。万斯要是以后能够竞选当总统，岂不是把新将军、全球最强80后的名头抢走了？这不一样，这还是差挺远的。那个金将军，那个当时好像一个段子，他是瑞士苏黎世也不哪个学院毕业的，说当时去的时候呢，说因为有一颗钢铁般的雄心，然后导致金属探测仪响了。这个好像是写在朝鲜的这个教科书里的。维基百科啊，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当选总统职务不得超过2次。哦，那好吧，我们就认这个吧。我估计应该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给大家的这个噩梦。可以联合直播，不过我得琢磨一下露脸啊。你想一想，想一想，然后咱们去讲一讲这个事情。中药一样，一人一方啊，这个我是不信的。改宪法那么容易，又不是在中国，哪儿都可以改。而其实美国宪法比中国宪法更容易改。你像美国宪法，就是我印象是立的时候就是很薄，然后后边很多都是空的，就是让你不停的去改的。如果宪法这么容易改，这个哎没有，美国宪法真的比其他地方都容易改，要比中国、俄罗斯的宪法好改。来晚了啊，是不是要结束了啊？差不多了。说一说微软的拓扑量子计算的突破。
没研究那个事儿啊，我觉得离具体实用还有挺长周期的，咱们慢慢等。最近看美国史，就是罗斯福之后明确写入宪法的，是的，因为罗斯福当了3届半啊，或者叫3届出头，他是第4次选上以后，大概1年吧，还是不到1年就挂了。英国以前有200万英镑的投资移民，没几年就停了。官方理由是发现这样的投资既不创造就业，也不刺激发展产业，大多是买房子，然后是买国债。这个我觉得你拿到国债了以后，你自己再去研究怎么去弄吧，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记得上次那个谁，Alex 就是那个澳洲的这个朋友，他也讲说，这种投资移民进来的钱就都是老钱，就是什么也不干，对吧？就跟你说这一样，就是进来以后他不好好干活，都躺平了。罗斯福是唯一的一个3次连任，是的，美国宪法是一个框架，修正案是给框架里边添加细节，这不挺好吗？还有国内媒体把川普塑造成一个疯子，天天出昏招，其实也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国内现在大家都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很喜欢马斯克，很喜欢川建国，对吧？现在也很喜欢这个万斯。我色情小说都写完了，回来一看老范还在直播，现在老范的直播吸引不了我了。这个我要能比色情小说好看，这事儿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个还是这个取向还是要正确。怎么看苏七 Ultra 回去试驾吗？不会啊，因为我对于所有这种竞速的车已经都敬谢不敏了，这个事儿已经没法等了。而且你想，它这样的一个车，你只需要加大电机、加大电池，然后做轻车身就完事儿了。它要比这种汽油车做的这个极速其实要简单的多。英伟达的 Blackwell GPU 一个季度卖了$110亿，非常快，基本都卖给了几个高超容云商，这个微软、谷歌、亚马逊、梅塔、甲骨文，这不挺好吗？但是微软在打退堂鼓啊，微软说我要停建2个这个数据中心，这个事儿对于英伟达的股价是暴击啊，昨天直接掉了可能几，快到10%了吧，昨天。所以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因为微软是老大呀，微软是这个 OpenAI49%的股东啊，他说我不玩了，这个有点瘆人。这几天比特币大跌啊，是大跌，没买啊，这是跟着亏了就完了。这个现在好像我刚才看到8万了啊，这个有点吓人。雷军好像喜欢先放一个价格出来，比如80万，呃，发布会的时候再砍到50万，这样是吧？流量玩明白了啊，这个其实还好了。这个真正玩明白的是饥饿营销啊，流量不是这么玩的。去年买基金亏了，买了什么基金能透露一下吗？是量化吗？不是啊，去年其实没亏，去年其实我的美元基金什么都是赚的啊，但是人民币基金是有一些亏的，都已经被那些钱应该是已经去年年初的时候都被我清干净了。对，然后那个，所以去年还是赚到的，赚的虽然不多吧。Ultra 这种性能车不需要考虑续航，也有可能，它有可能就是电池也没装那么多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量产的应该还是会有足够的电池。英伟达的消费级显卡最近事儿不少，是的，它好像是507的，好像好几个都翻车了，但是我也没惦记买。上星期去海底捞吃火锅，看到黄仁勋了，一堆人拍照合影啊，这个挺好的。网速怎么这么好？今天还不错啊，礼拜三就经常断，礼拜三断了好几次。最低的7920了啊，这个抄底了一个，有钱人。GPT 4.5的话题，这个我准备等我能用的时候，我现在是还用不了，我估计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我就应该能用了。它肯定还是要往下开放的。好像苏七 Ultra 前800公里只能按照普通模式开，
性能不重要，长得帅最重要，这就不知道了，没什么感觉。雷总跟供应链商量完了之后降价的话术现在已经成梗了啊！这个，哎呀，这个降价都是他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但是他肯定会算啊，这个一定会算。好，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还有什么问题吗？雪王暗盘涨了35%了，这个是写的说的那个蜜雪冰城嘛。马斯克和川普现在一个人也没有起诉，哪些美国贪官在还没有下台的时候就把证据都清理掉了，清理不掉这个，你慢慢等，这才上来几天呀，着什么急呀？好，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然后明天休息啊，但原来预报说明天早上可能有直播啊，没有了。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是在礼拜天有可能会吃药直播啊，但是现在不确定几点。然后礼拜一晚上的话，有可能我会去参加 Tree 在国内的发布会，然后我看看他们如果能够把我的账号接上，我就让他们在上面直播。但是这个我不确定啊，因为那个上头有我一个圆桌环节。然后呢，到礼拜二早晨，就是3月4号早晨7点半是这个星舰8飞啊，原来是礼拜六早晨7点半，现在是改成下礼拜二早晨7点半啊，因为放火箭这个事儿呢，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它天气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调来调去的。好啊，那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周末愉快，再见。